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雷文，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，今天是第39期。早些年因为所谓的游戏上瘾问题，出现过不少社会事件和新闻。国内的话主要还是网游，其实在日本80年代 FC 时期就有了游戏中毒这个说法，也有很多相关的社会事件，特别是勇者斗恶龙的发售，更是让这类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。当时日本的部分学校还禁止学生将卡带和攻略书带到校内，如果发现就直接没收。我们小时候也经常把游戏卡拿到学校和同学交换，在印象中即使被老师发现也不太会管，当然不能在上课的时间拿着卡带，在学校也没法玩，回家玩他也管不着。同样是电子游戏，那个时候的街机常常被视为洪水猛兽，时不时的能看到老师和家长到街机厅揪耳朵领人，相比之下对于家用机的态度要宽容得多。下面进入今天的主题，1988年8月发布的作品太阳神殿。这是一部从电脑端移植过来的作品，游戏的全名是太阳神殿阿兹特克2，原版由法老控1986年发布在 PC88 上，初代的作品是1985年发布的，本作是2代。两部作品的背景设定相同，后来的游戏伊苏也使用了本作里的部分元素。来到红白机上，游戏做了些修改，由 Compile 移植开发，东京书籍发行了日版， Infocom 发布美版，美版名为坟墓与财宝。白鸟教授是一名考古学家，他一直在调查名为太阳钥匙的文物，有可能解开玛雅文明的最大秘密。传说他位于奇琴饮茶的某个地方，在最近的一次探险中他意外身亡，只有向导劳拉逃脱并带回一些文物。于是主角和教授的独生女小百合以及劳拉3人一起前往墨西哥的古代遗迹寻找线索。这是文字冒险的类型，但也融合了一些 RPG 的玩法。当在不同的遗迹之间移动时，像 RPG 游戏一样，在俯视角的场景里控制人物，进入遗迹后切换成冒险游戏的形式。右边的大图框显示所在的场景，左侧有地点的名称，然后是可选的互动指令，这些指令都以图标的形式展现，用方向键左右滚动切换，图标上方也对应了文字，很直观。在调查场景时，画面中的箭头会随着移动自动吸附到可调查的位置，这是个很友好的设计。画面最下方显示文字信息或者人物的状态，有一个很简化的回合制战斗系统，遇敌后用战斗指令攻击或者使用武器，不能治疗，打不过可以逃跑，有经验值和 HP， 随着等级的提升增加 HP 的上限。敌人基本上都会出现在固定的场景，消灭后就会永久消失，可以理解为看守者，因此不存在练级，通过解谜的方式也可以获得经验值。如果碰到了怪物，发现实力太过悬殊，说明该地点应该是靠后的流程。在探索时，3个角色都有自己擅长的能力，不同的情况要在3人之间切换。整个的流程一开始拿到水晶能用密码保存，之后在几个遗迹之间来回收集线索和道具，最后获得太阳钥匙，来到魔王的神殿与大魔王艾玛对战。这部作品的故事和解谜不算突出，如果当年小时候能玩到它，探索墓地还能感受到一些恐怖的氛围。游戏系统做得很好，冒险部分除了指令的图标，获得的道具也都以图形的形式排列开来，还有前面提到的光标吸附设计，音乐也不错，个人评价3颗星。爆斗士由 Soft Pro 发布的一款战车生存动作作品，只有磁盘版。游戏的规则很简单，在一张地图上，4辆坦克互相战斗，看谁能活到最后。支持单人游戏或者2到4名玩家对战，但不能多个玩家和电脑对战。开始有10种预设好的坦克类型可以选择，参数属性都不同。如果不满意的话，还可以自定义属性，进入 Construction 的模式，调整不同战车的各项参数。这里包括了速度、转向、射程和护甲4个项目，性能的点数总和不能超过30点。来到战场的地图，坦克的驾驶方式类似无线电操纵杆，左右方向键只能用来转向，方向键上前进，方向键下倒退。A 键发射炮弹，炮弹一次只能发射1颗，飞行的速度很慢。
有时甚至会穿过屏幕，隔几秒才能发射下一颗，所以得尽量瞄准好，不要轻易的浪射。如果有地雷，按 B 键设置，它会被放置在坦克的后方。当坦克被消灭之后，驾驶员会从里面跑出来，此时他变成了一个步兵，还有机会翻盘。步兵按 A 键开枪，子弹对坦克没有伤害，但对其他的步兵有伤害。如果拿到手榴弹，按 B 键扔出，能摧毁坦克。过一会儿出现一架运输机，将一辆无人的坦克空投到场内，步兵可以重新进入战车内。当步兵的状态也被干掉之后，就会变成一具尸体躺在那儿，帽子也掉在一旁。场地上有时会出现一些道具，除了刚才提到的，有几种能强化坦克的炮弹，包括了跟踪的效果，步兵拿到无线电会立即呼叫飞机空投，还有修理和恢复耐久的道具。问号道具有随机的效果，总共有56个不同的地图，多样的地形产生不同的效果。单人游戏时，每过几关难度的级别就会加1，已经通过的关卡可以选关和调整难度的级别。这部作品的规则简单，上手容易，关卡也很丰富，放在当年用作聚会游玩，效果应该会很不错。单人游戏的乐趣就下降了很多，而且电脑的 AI 也不太好，个人评价2星半。弹王子迷宫复活，红白机上该系列的第2部作品，第1部是1987年1月发布在磁碟机上的弹王子，在第18期节目介绍过，本作是发行的卡带版本，类型是动作解谜。介绍第1部时就提到过，整个系列的基本玩法都是一样，玩家控制主角洛洛，在房间里收集所有的爱心图案的道具，同时躲避敌人。拿到所有爱心后，宝箱就会打开，呈现出钥匙，获得钥匙，敌人全部消失，房间的门打开，就能通往下个场景。有些房间有多扇门，不同的门通向不同的路线，多个房间形成迷宫，敌人根据玩家的行动或在收集物品时触发某个点后做出反应，充分利用场景里能推动的绿色方块进行各种操作。有些爱心的图案拿取后能获得2次弹弹攻击，发射子弹将敌人变成弹弹，可用数量显示在画面的右侧，推动弹弹防御敌人或者用作解谜。如果一段时间不管它，弹会恢复成敌人，变成弹的敌人再发射1枚攻击，直接将它打飞，但敌人一会儿就会重新回到场内。右下方的几个方格内显示在特定场景下获得的道具，都是一次性的消耗品，包括搭建桥梁的梯子、改变单行箭头的方向和砸碎岩石的锤子。以上这些玩法和上一座完全相同，下面说一下不同点。本作能在特定的房间得到解谜地图，打开地图能查看当前所在的房间位置。这座的房间数是128个，还有地下的部分。房间之间的连接也不像前作那么复杂，也没有前作当中时间限制的特殊房间。还有一个新的道具魔铃，只在4个特定的房间中响起，引导找到4个神来打开通向最后的道路。最终的 BOSS 还是艾格大王，和他的战斗从剪刀石头布变成了 RPG 的回合制。这种解谜类型的游戏有了新的关卡就可以再出一部，整体和前作差别不大，增加地图和简化房间的连接，能够更加专注房间内的解谜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燃烧棒球88决定版，这是杰里可棒球游戏的第2部作品。第1部《燃烧吧职业棒球》是1987年6月发布的，在第22期节目里有介绍过。这部88决定版是日版的游戏名，美版的名称是 Bases Loaded 2 Second Season。第1部《燃烧棒球》虽然发售前备受期待，但因为日版中大量的 bug 问题导致评价不高。本作解决了 bug， 其他的内容在前作的基础上进行优化。开始除了更换顺序，也能调整首发阵容。比赛中，在击球手将球打出去之后，防守的视角变成场地的45度斜向呈现，同时根据球飞往的方向决定是左侧还是右侧45度。这种方式在视觉上让人感觉球场更大了。防守球员也增加了半自动辅助，根据球的位置自动靠近落点区域，接球时还能使用跳接和滑接等动作。进攻时，击球手结合上下方向键有不一样的挥棒动作，投手也有可能投得太偏而导致捕手接不到球。系统上最大的改变是加入了球员的生物节律，
相当于状态的起伏，影响投手的速度、控制和耐力，以及击球手的击球能力。比赛当中只有换人的时候才可以看到这个波动的曲线，或者在2场比赛之间。这座的联赛要在130场常规比赛中取得75胜以上，然后进行几轮系列淘汰赛夺得冠军。应该说去除了 bug 之后，这个棒球系列的基本素质还是不错的。写实的人物图形也让它有了自己的特色，在进攻时还是从投手后方的视角呈现，对于击球球路的判断差了一些。个人评价3星半。金钱游戏，在第33期节目里介绍过一款松本亨股票必胜学，是一款炒股的模拟游戏，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？要在2年内在股市里把100万日元变成1个亿。本作也是一款类似的股票模拟游戏。这么看来，1988年日本的股市还是真的火爆。本作不再是小目标1个亿，而是要在100天内把初始的100万日元变成10个亿。开始有一个萝卜向导在屏幕上说话。游戏是分级别进行的，可以理解为关卡。级别1开始在廉价的公寓内，移动一个铅笔的图标在画面中操作，可以在报纸上看有什么能够带来股票大涨的新闻，查看经济指标和股票价格。枕头下面还有一张彩票。在这个级别里想要过关，得搞定你的女朋友。拿起电话可以打给女孩子，但恋爱必须有经济基础，或者打给股票经纪人获得信息，使用房间里的电脑进行股票买卖的操作，也有可能接到分析师或者顾问的电话，但提供的信息不一定有用。实际上这个游戏里想要达成目标，一本正经的在那分析，基本上是不可能在限制的时间内赚够钱。频繁的买卖咨询还得付出大量的手续和咨询费用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反复的用 SL 大法，虽然这里也有随机性，但效果要好很多。赚了钱还可以通过电脑买车和买房，和女朋友约会本身也得付出成本。搞定女友之后进入下个级别，在第2个级别要和女朋友结婚并发生关系，当然这需要高额的费用，不得不说很现实。结婚后还得生娃，按照这个模式不断的赚钱，买最好的别墅和车子，赚到10个亿成为人生赢家。这部作品如果从股票模拟的角度，比之前介绍的松本亨股票要简化了不少。要通关的话，如果不是 SL 大法，除非运气特别的好，游戏发布后还是受欢迎的。毕竟能赚10个亿，即便是在游戏内也很吸引人。后来还出来一部续作，个人评价2星半。豆酱拉面男炸裂超人102亿。万代发布的一款漫改作品，根据漫画豆酱拉面男改编，主角拉面男也是筋肉人漫画中的角色，在之前的游戏里也有登场。拉面人的漫画于82年到88年在少年 Jump 上连载。游戏的故事是拉面男要向超人拳法的7位达人学习他们的奥义秘术，从而打倒复仇的3个恶人金龙、白龙和黑龙。故事以中国为背景，初看界面会觉得比较新鲜。常规状态下是一个冒险类型的形式，但系统有些特别。场景里能控制拉面男移动和探索，画面底部有5个指令，按 A 键通过调出光标选择下方的指令，然后在画面中点击进行互动，可以和人物对话，和场景互动开门一类的操作，拿取物品、使用物品、查看状态等等。最后一个休息的指令可以获得保存的密码。游戏的场景看起来很丰富，但主角的移动非常缓慢，和人物的对话绝大部分都是一些无用的废话。当遇到敌人，切换到1v1的战斗画面，这时是动作游戏的模式，画面下方显示双方的血量。基本的攻击 A 键出拳， B 键踢腿。在设计上，攻击和防御被分成了上中下3段，但实际和敌人战斗时并没有什么用。除了常规的攻击，还能使用精神力发动秘术攻击。随着游戏的推进，会学到更多的秘术。击败敌人获得经验值可以升级，最高到7级。虽然升级会显示属性增加，但实际的攻击力并没有加强，而且战斗相当的不平衡。到后面会出现 BOSS 打你几下就会挂掉，但你要打几十下才消耗他一小段血的情况。掌握了各项秘术后，分别打败白龙、黑龙和金龙3个恶人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
这3个人也是被利用的，最终的 BOSS 是7达人之一的火天老师。从整个游戏系统的设计能看出，这是一部有野心的作品，但万代好像并不具备驾驭它的能力。冒险探索部分场景之间的连接很不清晰，不知道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，加上极慢的移动很让人捉急，故事的推进没有攻略就会摸不着头脑。战斗的部分做的就更加糟糕，而且战斗之后体力的恢复基本上是依靠走路自动恢复的一个过程，有时要回满得等上几十分钟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大挑战柔道选手权，杰利可在磁碟机上发布了一款柔道比赛的游戏，这也是第一款把柔道项目做成游戏。游戏模式里2P 对战是5对5的团体赛模式，1P 游戏相当于故事模式。在这个模式里，要经过练习试合、日本选手大会和世界选手权大会3个阶段，不断击败对手，并最终赢得优胜。在练习试合的阶段，通过与对手较量能提升段位，相当于提升体力的上限，最好练满之后再参加正式的比赛。本作试图通过各种按键的组合模拟真实柔道的动作，上手还是有难度的。方向键控制人物移动，当2个选手接近后，自动进入互相抓持的状态。当对手攻击时，同时按 A、B 键站稳防守，会消耗体力。A 键结合方向键左和右，拉动或推动对手，可以消耗对方的体力。A 键结合方向键上和下，用脚下绊子，如果踢倒对方就可以做后续的动作。用 B 键结合4个方向键，分别使用不同的投技，但需要时机合适的时候才能成功。如果被对手压制，快速的按 A 或 B 来解脱。比赛的规则：一场比赛2分钟的时间限制，一方先得到3分获胜。得分判定又分为有效得1分，既有得2分，一本直接获胜得3分。根据使用投技的完成程度判断是有效、既有还是一本。说实话，不管是现实比赛还是游戏里，关于柔道这一块的规则，什么样的动作程度得几分一直没搞明白。另外也可以通过压制得分，这个很好理解，压制达到5秒得2分，10秒直接一本获胜。在日本大会击败10人中的8人晋级世界大会，世界大会战胜10名世界上最强的选手获得最终的优胜。游戏里的角色很多是参照现实中的选手设计的，每个人比赛时的风格特点不一样，体现在常用的动作不同。把柔道比赛做成游戏并不容易，真实模拟和游玩乐趣上不好同时达到，这也是此类游戏不多的原因。要通过红白机有限的键位和机能实现就更加困难了。能看得出设计时想要尽量模拟真实感，但还是缺乏表现力，而且游戏性不高。本作除了不断的比赛，也基本没有其他的内容。个人评价2星半。母女之爱，这是 Pack in Video 发布在磁碟机上的一款动作角色扮演作品。游戏的原名直译是西尔维亚娜充满爱的冒险者。除了红白机的版本，1年后还移植到了 MSX2 平台。游戏在很多的地方模仿了初代的伊苏。主角西尔维亚娜从小失去父亲，她和母亲住在城郊的一座小山上。有一天，母亲得了不治之症，病情持续恶化。她从镇上的长辈那里得知，有人可以治好这个病。为了寻找能治病的人，西尔维亚娜开始了冒险。俯视角的场景，人物移动到屏幕的边缘切换画面，画面下方显示主角的血量、金钱和物品，对话时显示对话信息，战斗时显示敌人血量和战斗的信息。战斗是直接在地图上进行的，人物没有攻击动作，通过撞击的方式攻击敌人，同时敌人会还击，从侧面和后方撞击会有不同的攻击效果。但实际游戏的过程中，想要获得更有利的位置是很困难的。消灭敌人后掉落物品袋，拿到之后才能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，有可能得到金钱或者物品，也有可能是空的，还有可能是陷阱物品，包括中毒减速的黄泉之花和不断消耗生命的落命之花，要通过解毒道具来恢复。如果是在地牢内探索打开宝箱，和物品袋是类似的设计。主角没有经验值和等级，通过装备和物品提升攻击力和防御力，生命值上限通过新型道具来增加。一般装备物品和消耗品都可以在城镇购买。
在城镇住宿回复 HP， 也可以和母亲对话，受到爱的鼓励回复 HP。 为了买更好的装备，得反复的刷怪赚钱，地图上的怪物击败后也都是会刷新的。同一种消耗品，身上一次最多只能携带9个，包括回血的面包、解毒药和看破陷阱的魔眼等等。能够治好母亲的是一个叫做多佩尔的医生，长得更像一个怪物。他要求主角帮他从魔物手里夺回被偷走的8件宝物，当然你只能按照他的话来做。游戏里推动剧情的对话内容并不多，城镇主要用于购物，从地牢里的 NPC 或者散落在地图上的一些会说话的树那里能够收集到一些信息。作为当年的一款动作 RPG， 比较普通，故事简单老套，但也没什么大的缺陷。游戏内角色的可爱风格当时比较受日本玩家的欢迎，音乐水准还不错，但只有少量的几首曲目，个人评价2星半。古川浩司的将棋指南2新版结将棋下一手。关于古川浩司的将棋指南2，这个游戏在第29期节目里有介绍过，有磁盘版也有卡带版。而现在讲的这座，严格来说它不是一个新游戏，算是本体上增加了一个资料片，属于覆盖写入专用，只针对之前买过磁盘版本体的进行升级。本体的内容这里就不再重复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在第2个结将棋模式，也就是解题模式中增加了新的题目，没有其他的区别。单独拿出来讲，是因为在统计时被算作了一款新的游戏，仅此而已。水户黄门2世界漫游记系列的第2部作品，第1部是1987年8月发布的，在第24期有介绍。水户黄门指的是德川光国，德川家康的孙子，水户家第2代藩主，从德川幕府3代将军家光的时代开始，被列为御三家之一，曾担任中纳言，又称黄门监。本作中青天大老爷依然要解决各种案件，但舞台从之前的日本国内扩展到了全世界。前作里的幕后黑手水户家的家老安藤越狱逃往国外，黄门一行人也乘船追到了国外，先后来到美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印度、中国、夏威夷这6个地点，也就是6个关卡。系统玩法基本和前作一样，俯视的3/4视角，过关的方法是要收集各种线索并解决案件。画面下方左侧的横条表示收集线索的量表，一开始是空的，通过几种方式把它逐渐填满。关卡开始时控制格桑或者助桑，在场景里遇到坏人把他打服后可以对话，干掉他们也可能掉落物品，和普通的镇民交谈获得线索，如果攻击到普通人会被罚款。消灭敌人掉落的风车和碗是可以召唤队友的道具，数量在画面的左下方，使用碗召唤八兵卫，变身成农民，不能攻击但可以进入其他人无法进入的房子，以此获得线索。使用风车召唤同伴迷妻，变身成忍者，可以远程攻击或者跳跃登上房顶。最重要的是到别人家偷听获得情报。画面右下方的横条是体力值，召唤队友的体力值会随着时间一直消耗，消耗完人物就会变回来。线索量表满了之后，找黄门大人裁断。在本作当中新增加了一个环节，和特定的人物对话或者黄门裁断过程中要出示证据，正确的呈现证据才能过关，如果选择错误，案件将无法侦破，还会导致黄门死亡。依然可以从商店购买道具，本作里少了鬼魂，道具也略微有些区别，有回血的饭团和增加移动速度以及强化类的物品。因为舞台变成了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或者地区，不同的关卡都会呈现各地的特色风貌，比较有意思。但作为日本的官，跑到别的国家判案，好像手伸得太长了，别人也不会认可。还出现了一些看起来很傻的设计，比如在德国遇到袭击村民的吸血鬼，在意大利找回被盗的达芬奇画作蒙娜丽莎，在印度救出一位被魔王带走的王子等等。相对来说，在中国和夏威夷的内容要正常一点。总的来说还是原来的框架，整体素质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个人评价2星半。
疯狂城市也翻译为鳄鱼先生，科乐美的一款动作游戏。疯狂城市是日版名， NES 版的游戏名是比利的冒险。两个版本的游戏内容上区别不大，但很多的细节有差异。总体上 NES 版的难度更大， FC 版有多结局的设定， NES 版只有一个结局。一些图形和音频也有些区别，背景设定也不完全相同。共同的点是主角比利·韦斯特的女友安娜贝尔被黑帮的老大戈登绑架，比利前往营救。共有9个关卡，游戏的特点是把3种不同的玩法融合到了流程当中。常规的横版动作关卡内，攻击方式是 A 键踢腿 ，B 键出拳，同时按 A、B 键飞踢。击打某些敌人会掉落近战武器，包括棍棒、小刀和鞭子。拿起新的武器会覆盖旧的，还有敌人会掉落手枪。获得后，画面上方显示有限的弹药数量，按选择键切换到武器射击。其他的道具还有补充生命的鸡腿和降低伤害的防弹衣。在第2关和第7关是第一人称的射击类型。在游戏开始界面有 A、B 2种模式，如果选择了 B 模式，在第一人称的关卡内使用光线枪进行游戏。这类的关卡里子弹数量也是有限的，有补充弹药的道具、补血的医疗包。在这里获得防弹衣，能一段时间内不怕敌方的攻击。沙漏一段时间内弹药无限。五角星全灭屏幕的敌人。末尾消灭掉 BOSS 过关，并不是每一关都有 BOSS。遇到 BOSS 后，它的血量会显示在右上方。在第4关和第5关是驾驶吉普车战斗，方向键控制转向和加减速度，发射子弹攻击地面的敌人，扔手雷攻击空中的敌人。在这类关卡里，美版和日版的区别较大。美版里开车关卡没有了血条，一次失误就会挂掉。左上方取代它的是一个倒计时，沿途捡起汽油罐来延长时间。顶部增加了一个进度条，道路也变窄了。还有个大家喜闻乐见的差别，在2个关卡之间都有一段大反派戈登说话，画面中也会出现主角的女友。美版里女友安娜贝尔的衣服的布料更少。日版的4个结局有3个都是和女友拥抱，最后显示的内容有些不同。如果女友出来后刻意的躲避不和他拥抱，会导致一个坏结局，感觉这个比较恶搞。这部作品日版的难度不高，比较容易通关，还有训练的模式用于练习，所以后发行的 NES 版适当的提高了难度，多种类型的关卡让内容显得很丰富。游戏在音乐的表现力上有所突破，采用了美式的 funk 风格，时髦和动感的曲调配上节奏感的鼓点，为后来的游戏音乐拓展了可能性，也再次体现了当时科乐美的技术水平。个人评价3星半。龙珠大魔王复活，这是万代在红白机上发布的第2款龙珠游戏。第一部是1986年11月发布的《神龙之谜》，本作只发行了日版，和上一部的动作类型不同，这作改成了文字冒险结合卡牌战斗的 RPG 形式。故事大的框架基于原著中短笛大魔王的部分，也有游戏原创的内容和角色。文字冒险的部分主要是呈现故事，推动剧情，上方显示地点和图片，中间的一个很窄的信息框显示文字和命令选项，都是几种常见的指令。这里能做的很有限，而且基本上是按照固定的方式选择，也有陷阱选项，可能导致游戏结束。当要移动到其他的地点时，画面切换成一个棋盘的形式，有5张卡牌，选择其中的1张就可以在棋盘上移动。移动的步数取决于所选卡牌上龙珠图案的星数，每次移动后都要面临命运选择的抽卡环节。翻牌后，根据卡牌的图案决定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。如果抽到算命的婆婆，有几种不同的情况，包括重新再翻一次牌，或者强制更换掉全部的5张手牌，或者玩神经衰弱的配对游戏，又或者是修行训练，和龟仙人比卡片，从而获得经验值。如果抽到神龙，可以回复生命值，或者选择1张更换手牌。如果抽到了波波，则没有事情发生。当抽到大魔王时，会进入战斗。战斗一开始由我方或敌人选择卡牌的数量，然后按数量选择几张手牌，再按顺序依次和对方的牌进行比较。卡牌的战斗首先是比较双方的牌龙珠的星星数，多的一方拿到攻击权，攻击手段取决于卡牌上的汉字。
有拳头、脚踢、连续攻击、如意棒，还有逃跑和随机的问号。如果是 B 字，就是使用必杀技，这时可以抽牌，选择牌上的必杀技就会激活，随着累积经验值升级，技能也会变得强大。卡牌下方汉字的数字表示防御，数值越高可以减少甚至避免伤害。按照到达一个地点文字冒险形式推动剧情，然后棋盘移动战斗的模式循环。本作的地点数量有10多个，从一开始的龟仙屋到最后的黑暗城堡，中间也有原创的内容。这部作品的系统玩法对于后来的龙珠游戏系列算是一个创新，丰富了这个系列的游戏形式。走格子加卡牌战斗的框架本应该能带来有趣的体验，但这作里卡牌的系统还并不完善，也没有太多的策略，很大程度取决于运气。文字冒险的部分很累赘，混在一起有种割裂感，陷阱选项也不友好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下期接着讲88年8月份的游戏。如果您喜欢，还请多多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。